2000年，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机场，有一个眼眶泛红的13岁少年，手里紧紧握着一张纸。他即将搭上飞往西班牙巴塞隆纳的班机。这个少年就是梅西。他正要离开家乡，去追寻自己的足球梦，但心里却有10000个舍不得，因为这一走，他可能会永远失去那个自己最在意的女孩。大家好，我是 Elena 老师。To celebrate the World Cup season, I'm starting a brand new Football Heroes series. Today, you'll immerse yourself in Mandarin with Lionel Messi's incredible love story, while testing your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with a 5-blank challenge. At the end, I'll reveal the answers and share a quick, funny story about my oversized Italy football t-shirt.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，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。梅西在纸上写了一个女孩的名字，安东内拉。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，而是一封他还鼓不起勇气寄出的信。信里有一句话：总有一天，我们会订婚。一个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、身高不到140公分的瘦弱少年，为什么敢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他在西班牙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？而那个女孩真的会等他吗？时光倒流回4年前，9岁的梅西在好朋友卢卡斯家里玩游戏。一个美丽的女孩走了过来，问他们是不是需要什么。梅西看到女孩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那个女孩就是安东内拉，她是卢卡斯的表妹。对安东内拉一见钟情的梅西，当时根本害羞的说不出话来，但是他心里已经认定这个女孩会是他一生的伴侣。然而，命运对这对青梅竹马非常残酷。为了治病和圆梦，梅西决定飞到西班牙。青梅竹马指的是从小一起长大，而且感情非常好的男孩和女孩。距离的隔阂让梅西和安东内拉很难保持联络，因为当时的通讯工具并不发达，长途电话和电子邮件都十分昂贵。多年以后，梅西成了巴塞隆纳的明日之星，但是安东内拉却在阿根廷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甚至交了男朋友。梅西在远方默默看着一切，难道这段童年的初恋只能成为回忆吗？2005年，一个噩耗传到了西班牙，安东内拉的闺蜜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。噩耗指的是非常严重的坏消息，通常是亲友的死亡。闺蜜就是亲密的女性好友。安东内拉陷入了极度的悲伤，甚至连续好几天都没办法去学校。梅西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立刻抛下工作，买机票飞回阿根廷，只为了陪在安东内拉的身边。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，梅西的陪伴成了安东内拉唯一的依靠。他最后选择了梅西，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。虽然这两个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，但现实依然残酷。一个在西班牙追逐足球事业的巅峰，一个在阿根廷攻读牙医。这段跨越海洋的异地恋能维持多久呢？异地恋又称为远距离恋爱，指一对情侣长时间分开在两地生活。话说，我跟我老公以前也是异地恋。2009年，21岁的梅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，终于公开承认，我在阿根廷有个女孩。这句话给了安东内拉名分，也让全世界知道自己已经名草有主了。名草有主是一个有趣的成语，指的是某个男性已经有老婆或女朋友了。那如果是女性有老公或男朋友，要怎么说呢？我们会说她已经名花有主了。1年以后，安东内拉做出一个重大的牺牲，他放弃了在阿根廷的一切，搬到了西班牙，和梅西一起生活。就像其他足球明星一样，成名以后的梅西，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名模对他投怀送抱。名模就是著名的时装模特儿，投怀送抱就是主动对异性表示好感，通常用在女性对男性示好的情况。在公众场合，梅西总是和女性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跟女粉丝、球迷或名模合照的时候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，他还会故意把双手插在口袋里。有一次，一位巴西的美臀小姐
不断的发性感照片到梅西的 Instagram 账号，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事？梅西二话不说就把对方拉黑了。拉黑是个网络流行语，就是把某个人加到黑名单，断绝联络的意思。在台湾，人们常说的封锁和拉黑是一样的意思。如此专情的梅西，有没有像他13岁的时候写的那封信一样，跟安东内拉订婚呢？不止订婚，梅西和安东内拉这一对青梅竹马，在2017年结婚了。他们还生了3个儿子。原本对足球没什么兴趣的安东内拉，后来几乎每场比赛都会带着孩子们到场替梅西加油。2022年，梅西终于带领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。在夺冠的那一刻，他疯狂地寻找在看台上的家人，并且亲自为妻子拍照留念。梅西表示，他深爱的家人比足球的胜负更重要。不过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，哪个国家会赢？你觉得2026年的世界杯，梅西和阿根廷有机会再次夺冠吗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现在我就来公布刚才故事里听写填空的答案吧。1. 他在西班牙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？2. 对安东内拉一见钟情的梅西，当时根本害羞的说不出话来。3. 梅西在远方默默看着一切，难道这段童年的初恋只能成为回忆吗？4. 安东内拉陷入了极度的悲伤。5. 成名以后的梅西，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名模对他投怀送抱。怎么样？你答对了几题呢？其实我跟我的意大利老公就是在2014年的世界杯期间定情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谈异地恋，我甚至特地熬夜陪他，一边线上聊天，一边看球赛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那一年的世界杯以后，意大利队就好像被诅咒了一样。接下来连续2届世界杯都在资格赛阶段就被淘汰了，再加上今年已经连续3届没能晋级世界杯的决赛圈。要知道，意大利队可是赢过4次的世界杯冠军呢。我老公对自己的国家队失望透顶，现在连这件意大利球衣都不想穿了。
因为他觉得穿出去实在是太丢脸了，所以这件球衣就被我借来录影了。希望4年以后，意大利能够卷土重来，再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。下礼拜，我还是会穿着这件球衣，继续分享另一位超级足球巨星的故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I hope today's episode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. If you want to review what you learned today, you can find all the supporting materials, including the full Mandarin transcript, pinyin, and our vocabulary database at makingsenseofchinese.com/EFP. If you enjoyed learning with me, click right here to watch a full playlist of immersive content. Keep going, you are doing great, and I'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.